割包皮的大概国中年纪到90岁、100岁也有哦，真的有碰过100岁的割包皮。100岁还要割吗？因为他的包皮发炎的非常严重，割了之后就比较不发炎了。重点不在年纪，重点就在有没有这个需求。包皮一般的情况下不割它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有一些时候啊，例如说车祸受伤，身体上有某些地方需要补皮，甚至可以拿这个包皮来做补皮的一个材料。真的还假的？对，所以你留着它，偶尔它还是会有用处，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的。所以割得早不如割得巧。是。健康红灯区，难言之隐不委屈。我是唐玉书。这一集呢，要跟大家聊的是：男人都要割包皮吗？今天呢，一样很开心的邀请到板桥高美泌尿科诊所曾仁树曾院长，欢迎院长。玉书姐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今天这个话题呢，从开录之前，我们导播制作人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呐。大家都在讨论，是不是每个男人都要做割包皮的手术？其实我们知道呢，犹太人他们4000年前就跟上帝有约定，每一个新生儿第8天就要接受割礼。那刚开始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因素，但是现在随着医学的发达，竟然发现割完包皮好像对健康是有帮助哦。所以还是先请院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状况需要割包皮。这个话你是想要听医学方面的解释吗？还是我个人内心的想法呢？你个人内心的想法。我个人内心的想法，这是我的吃饭工具啦。所以所有的男人都要割包皮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样子会有人说刀下留情啊，院长。开玩笑。实际上，包皮一般的情况下不割它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对，只要能够推开来，做好清洁，没有后续发炎感染的情况，其实没有说一定你这个包皮要把它去处理掉。甚至有一些时候啊，例如说车祸受伤，身体上有某些地方需要补皮，甚至可以拿这个包皮来做补皮的一个材料。真的还假的？对，所以你留着它，偶尔它还是会有用处，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的。所以太早割得早不如割得巧。是，对。不过在门诊，我们会碰到一些时候，我们就会强烈建议这个病人要割包皮。哪些状况呢？是，首先呢，一定是发炎感染啦。发炎感染。我们包皮盖在那个地方，把我们的龟头包住，里面就是一个比较闷、比较湿、潮湿的环境。你流汗啦，你如果洗澡有一些水汽啦，或者是你性行为的体液啦，你尿尿有一些残尿，在这个包皮跟龟头的中间的这个空间，又闷又湿啊，就开始长霉菌。而且男生很会流汗，是，所以而且有些人卫生习惯很不好，是，所以这个部分你如果没有去割它，第一个，它长霉菌带来一些气味，然后再来就是感染的症状，瘙痒的感觉，然后造成一些皮肤裂开、裂痕，有一些疼痛、刺激、不舒服。那更严重一点的时候，这些慢性的发炎会造成这个包皮缩起来啊，它会纤维化缩起来，甚至从可以推开变成没办法推开。再来，它变小变紧，没办法推开之外，如果觉得勃起的时候这个包皮会勒住，会疼痛不舒服，其实是会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个感受的。这些情况，你反复的发炎感染，你有影响到勃起的表现，造成一些味道不舒服，或者是个人单纯美观啦，有些人就是审美观觉得这样子可能不好看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建议你可能去做割包皮的手术。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割，但是可能有刚刚我们院长讲的这几个状况的，可能你可以考虑去诊所来咨询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我们的10大迷思。迷思1：割包皮会让那里变大吗？我想这个刚才工作人员们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啊。对啊，那所以这也是网友票选第1名啊。是，那很可惜的是，并不会。你想象我们把一个香蕉啊剥皮了之后，香蕉，对它的长度会变化吗？其实不会啊。我不是很想碰香蕉，不如医生你来处理一下。它香蕉就是这个长度。对。那我们如果去剥皮，我来帮你拿着这个，你来示范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长度，我们把皮剥开，直接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剥皮之后，它的长度有变化吗？没有对啊，所以其实它的长度是不会有变化的，就是单纯皮被剥开来了，那我们减少之后发炎的状况，对，那变大这件事情很可惜，那是天生的。所以第一个迷思，各位不会变大哦。好啦，接下来进行迷思2：
割包皮会降低敏感度，影响快感吗？好，割完包皮之后，原本这个躲在深宫里面从来都没有出来见人的这个龟头啊，现在变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了，所以它会有一小段的适应时间。适应期其实就是它会跟衣裤做摩擦，一开始比较敏感，慢慢的它会有一些角质化。的确，它可能会变得比较不敏感，但是有些人反而会认为，这样子可能在性行为的时候，它比较不敏感，可能会有一点比较持久的一些帮助。至于你说影响快感吗？其实大部分回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的。那如果说手术过后，它的这个内衣裤要调整比较柔软的材质吗？每个人适应的能力不一样啦。如果刚割完，有些人的确会需要穿棉质的内裤，那减少这个摩擦不舒服。但是其实这个适应很快，一般就在1个礼拜到3个礼拜左右。所以其实很快就过去了。是。好，眼一闭，忍一下就过了啦。来，接下来呢，迷思3，割包皮后就不会得性病吗？这个迷思也是蛮奇怪的。割包皮后，你不可以批评网友。割包皮后当然还是会得性病啊，对啊，要看，只是几率会不会降低呢？应该说看性病的种类。你如果是讲我们常见的男性尿道炎、淋病啦、披衣菌啦、梅浆菌啦这些东西，是绝对一点差别都没有的。对，但是割包皮之后，皮肤比较不会有霉菌感染造成的一些小裂缝，那造成一些病毒感染啊、病毒复发的机会、病毒疣复发的机会相对会少那么一些。好，那接下来割包皮可以改善早泄吗？好，这个部分在目前的研究里面认为，其实没有明确的帮助，但是少部分的小型的研究认为会有一些进步。那我想，大概要分成2个面向来看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龟头，出来见世面了，它跟衣裤有摩擦，开始有一些角质化。变得比较没那么敏感，敏感度稍微低一点，就比较不会这么快出来。那第2个就是自信心啦，改善了这个有味道啦、外观啦，觉得不舒服的状态，自信提升了，其实我们心理因素造成的勃起功能的问题，或者是早泄的问题，都会有一些帮助。了解。迷思5。只有小朋友才需要割包皮吗？割包皮的大概国中年纪到我们可能90岁、100岁。也有真的有碰过100岁的割包皮，100岁还要割吗？因为他的包皮发炎的非常严重，持续都在发炎，割了之后就比较不发炎了。这个是真的有碰过的事情。重点不在年纪，重点就在有没有这个需求。小朋友的阶段的话，其实反而是比较不方便的。最好的时机，第一个出生婴儿的阶段，那时候你长大就比较不会有印象了。但是在小学到国中、高中这个中间。第一个是你麻醉没办法好好配合局部麻醉，很多人是需要到全身麻醉的，会增加一个全身麻醉的风险。那再来在后续伤口的照顾上，你教一个国小低年级的学生去做伤口的照顾，他大概没办法像成年人做的这么的理想，那就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。所以除非是反复的发炎感染，不然这个阶段我们都会建议，你可能就是用一些药物的治疗。让它稳定，能够和平共处一段时间。等到小朋友足够大了，能够好好照顾伤口，可以接受局部麻醉的手术方式。这个大部分在国中、高中的阶段以后，可能才更适合来做这样子的包皮的手术。所以在幼稚园跟小学阶段，相对是不建议啦。对，相对不建议。了解。好，割包皮后会很痛，恢复很慢。我割了这么多包皮，从来没痛过。你当然不会痛了。好啦，病人会不会痛？是现在的手术其实，都手术技巧啦、手术的器械啦，比以往好了非常的多。以前用传统的电烧，手术的时间拉得比较久，可能我们手术之后的恢复的情况就会比较慢一点。现在用雷射的手术方式，或者是比较新型的包皮枪的手术方式。手术时间短之外，其实手术之后的疼痛的接受程度也就来得好的很多。包皮枪是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看起来怎么像这个玩具枪？不要看它这样子，它其实非常的精密，里面有非常多的钉子一整排。那另外这个铁的部位，它可以保护我们的龟头，在做切割的时候，我们龟头本身不会被切到。有看过新闻啦，那个印度小孩割包皮，结果把小鸡鸡给割掉了。那有这个东西的保护，可以很确定我们的龟头不会受到伤害。在切割的同时，钉子就钉上去了，所以手术时间会缩得非常的短。
用雷射、用传统的手术方式，我们手术时间大概会介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。现在用包皮枪的话，手术本身进行的时间会缩短到5到10分钟之间。哇哦！东西架上去，其实很快，你压下去，剩下就是在等待压迫止血的时间。哦，刚刚我看院长你把手指放到这个包皮枪里面，制作人说包皮枪怎么那么小呢？好，目前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其实是就是我们诊所用的数量最多的，其实也就是台湾男性平均的 size 啦。不过不要看它小啦，其实这个部分只是我们的龟头会在这个凹槽里面。对，那外侧我们的包皮是夹在这个铁的附件跟这个枪的本体之间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合用啦。好，什么？有call in进来，他说，请问用包皮枪的时候是勃起还是一般的状态？我想大部分我们在包皮手术的时候是局部的麻醉，那我们在这个阴茎的根部啊，沿着这个树干的周围打一整圈的麻醉药。天哪！所以打针这样打一整圈，在这个状态下能勃起的，我想并不太多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手术本身的进行是在没有勃起的状态下。它是局部麻醉，不是全身。它是局部麻醉。如果你要做全身麻醉，当然也可以，但是一样啦。全身麻醉会带来一些相对的风险。是。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还有额外的经济负担许可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全身麻醉的状态下来做的。了解，希望有帮各位解除迷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割包皮会影响生育能力吗？应该是好的方面吧。我们割包皮之后，信心提升啊，勃起功能的表现啊，早泄啦，其实还有这个持久度，其实都有可能有正向的帮助。所以不是影响，是增加。对，反而是好的方面。好，割包皮感觉好像好处还挺多了。接下来迷思吧，割包皮后就不会有异味了吗？当然，我们少了这一层，少了这个覆盖在那边里面闷热、潮湿、长霉菌的环境。但是如果你3天不洗澡，会不会有异味？会。对，所以后续的清洁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不是说光割包皮这件事情就一定不会有异味啊。如果没有割，是不是更要仔细的清洗那个部位？是，门诊都会特别强调3件事情，保持清洁、干净还有干燥，这3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哦。这些反复发炎感染的病人，其实很多是这3件事情没有完全去做到。特别是我会请病人可能带个小手帕、小毛巾，尿完之后，把皮翻开，确定都已经是擦的是干净的状态、干燥的状态，皮再放回去原本的位置。洗澡完之后也是一样，确定翻开擦的都是干干的，皮再放回去。甚至也有人会建议用吹风机，吹风机把它吹干，吹干之后皮再复位，这个都是保持干净、干燥，让它不要有霉菌生长的环境。要一直很用力的去搓洗它吗？还是用清水直接清洗就好？其实会建议用清水就好。用清洁液反而会造成刺激啊，然后后续不一定会特别的干净舒服这样子。其实清水就是很好的事情了，干净干燥这件事情会比你用肥皂弄了半天，但是湿的来得更理想。好的，迷思9，割包皮会影响硬度吗？不直接影响，但是一样，我们的信心提升，我们的勃起功能表现大概会有一些帮助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虽然这个议题呢是帮男生问的，不过呢也有女网友很好奇哦，割包皮会让女性的性快感程度提高吗？你有犹豫哦。好，其实这个并不会直接增加女性的欢愉。那目前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是说，有做一些女生的问卷，反应上是并分不太出来的，女性的部分是没办法去区分出来的，这个的差别在哪里？就是没有办法区分它是不是割完包皮。是，它的感受度是没有差别的。但是，性行为不是只有你在插入摩擦这件事情啊。性行为是两性之间的欢愉，你的味道、你的美观程度，这个也当然会影响到性行为的满意度。所以以这个部分的角度来说，会不会你因为有味道让女生觉得不舒服呢？这个我想不用我说，一定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个答案啊。了解，非常谢谢曾院长今天又帮我们解除了
割包皮的10大迷思。所以到底男人该不该割包皮呢？相信看完这一集，你心中就已经有答案了。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很有帮助，记得要点赞、收藏加小铃铛。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